喝完入门威士忌要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入门威士忌的风格喝来喝去都差不多一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麦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会分享给你们入门款后的推荐的一些威士忌。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按赞、留言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还有，你可以买我一杯咖啡吗？或是超级感谢哦。好，那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这个入门款后要喝哪些威士忌，是因为呢，我其实在网络上有稍微看了一下，就是很多影片都在说好的入门款威士忌是哪些，可是接下来就没了。当一个新手，你喝习惯这些入门款威士忌是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要留在你这些入门一直喝，还是你要找别的比较进阶的威士忌，就是 next level whisky。这个我是想分享给大家，跟推荐给大家，就是那些有点到这个影片，就是恭喜你，你就是有这个心意，想当一个威士忌爱好者，就想多深了解那个威士忌。接下来入门款后，威士忌能给你什么样的经验？看这个影片之前其实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有习惯纯饮威士忌了，那这个就是第一步。第二个，如果你闻香威士忌的时候，你不只闻香到酒精味，这个意思说你就是有一点经验了，然后想多认识一些风格跟一些苏格兰产区的特色。第三也是蛮重要，就是你已经有了解一些酒标的意思，比如说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这些东西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个，我其实有做一些影片，请回看我一些旧的影片。然后最后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你有一个好奇的心态跟一个开放的心态，就是会想去试喝这些比较少人知道的威士忌，因为大部分我会介绍跟推荐的这些中等的威士忌或是 next level whisky， 就是其实比较少广告，所以是在电视上看不到的。如果你这些4个条件你都有了，那可以继续看我这支影片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是想分享给你们苏格兰的6个威士忌的产区，那每个产区一定有它独特的风格。那我是想分享给你们，因为如果你想变一个进阶的威士忌爱好者，你一定要比较熟悉这6个产区的风格。我等一下会稍微讨论一下为什么苏格兰协会只认定5个产区。那我是有放 islands， 就是海岛区，很多人都认定可能这个要跨出一个区域，因为它的风格确实是比较不一样的，比高地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知道一下 Speyside， 就是士贝赛的风味。大部分这个地区的风味就是偏多的，就是雪莉桶的味道，就是雪莉甜味的，有那个干葡萄，然后有红酒的味道这样子，然后很多果香跟新香料的风格，这个就是 Speyside 的风格。第二个区域就是 Highland， 就是高地区的风味，这个大部分的威士忌都会有蛮重的那个柑橘的味道，然后香草跟花香，比较多花的味道。第3个区域就是低地 Lowlands， 这个大部分的威士忌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比较多花香，有草本的味道，然后它的酒体是比较清淡柔和，这个就是低地的那个特色的风格。然后第4区就是 Campbellton，我个人是最喜欢 Campbellton 的风格，它大部分的威士忌就是油脂感是比较重的，比较油比较厚的威士忌，然后有那种海洋水的味道，就是好像在海边。然后它的特色就是有那种煤的味道跟那个土的酒窖的味道 Dunnage earthy 的感觉，比较自然的那个土的味道，就是 Dunnage 土的味道。第5个产区就是艾雷岛，那艾雷岛最特色的就是泥煤嘛，然后喝起来有那个中药味、碘味，然后有矿物味，因为也是在海边。其实坎贝尔镇有一些威士忌会有这种矿物的味道，可是艾雷岛是更明显的。然后这个就是第6个产区，就是海岛区的风味，大部分就是有海水咸味这样子，然后有烟熏的花香，就是好像那个如果你有喝过高原曲士，就是有石楠花的那个烟熏的味道，然后也是有热带水果区的风格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苏格兰的6个产区。其实海岛区
再稍微讲一下，这个不是苏格兰学会认定的产区，可是当一个爱好者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差别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始推荐这6个产区。我个人推荐给那些想试喝一些 next level 的 whisky， 就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威士忌。那4杯赛的推荐，我会推荐是百乐门12年，其实也可以百乐门15年，如果原酒的你觉得会太强，可是我是认为百乐门是一个好的入门款的接下来的一个威士忌，在4杯赛区这个百乐门就是有57到60%的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，价格最近有在好事多其实是可以找到的，就是1279块。我个人觉得它就是麦卡伦格兰利威百富的下一个阶段的威士忌。如果你喝完了这些大品牌的威士忌，这个就是下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风格就是有一点烟熏在里面，然后利用的也是有雪莉桶，所以有甜甜烟熏葡萄干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很传统4杯赛的风格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4杯赛的一些比较 next level 的 whisky， 就是可以考虑百乐门12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高地区的推荐，我会推荐爱德麦康10年，它是50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，然后它的价格在1750块。这个酒厂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酒厂，因为它算是蛮新的酒厂，才11年吧，11年开幕。最近这个就是很多老饕很喜欢，在我们那个 OSWA 就是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这个圈就是有得奖最好的酒厂，因为其实我喝了蛮多他们的那个普饮款式，全部做得很不错，连他们的那些限定版也都蛮好喝的。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些格兰杰啊，因为格兰杰大部分都会出现在入门款，然后大摩格兰多纳的下一阶段的威士忌，因为它就是有那种高地的风格，然后也是有海岛的风格，它的热带水果风味很重，就是有芒果、凤梨，然后香蕉的味道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做得很厉害，然后有一点咸甜的味道。爱德麦康10年是一个好下一个阶段的威士忌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低地区的推荐，我会推荐布莱德诺赫11年 Bladnoch 11年，它是46.7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，然后价格在2100。我最喜欢的就是 Bladnoch 跟 Daffmill 酒厂，就是这2家产生出来的威士忌，因为他们做的是蛮手工的，然后也是蛮好喝。这个 Bladnoch 就是格兰钦奇，就是迪亚酒的一个酒厂，跟Auchentoshan 的那个三得利的酒厂的下一阶段的威士忌。如果你很喜欢喝这些大酒厂跟大的集团的那些酒，就是 Auchent 3桶啊Glenkinchie 这些，如果你喝了 Bladnoch， 你就会觉得地确实它的风格是蛮明确的，就是有那种清爽的风格，然后很花香，然后麦香气就很好。所以如果要多认识地区，就是我是蛮推荐 Bladnoch 跟 Daffmill， 可是 Daffmill 的坏处就是它太贵了，那个可能新手会或是刚踏完入门就要花那么大的钱，就没有很推荐，所以可能还是看 Bladnoch 11年的这支为地区的推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会推荐坎贝尔镇区的好喝威士忌，就是下一个阶段的。这个我会推荐奇克伦12年，它是46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，价格在1450左右。说真的，因为坎贝尔镇只有3个酒厂嘛，最有名的就是云顶，价格是蛮贵。然后这个奇克伦我觉得是一个云顶的好代替的威士忌馆，因为风格也是很像，只是比较清爽一点。这个就是一种很完美的威士忌，对于我来讲，奇克伦、云顶这些做出来的威士忌都很完美的一个威士忌，都是100%手工，你都可以喝出酒厂的心意。他们做出威士忌就是为了给人家喝，不是瓶子好看、酒标好看，然后有那种高级感、精品感的那个风格。坎贝尔镇这个奇克伦就是它的质地很油，然后麦香气超级浓，所以如果你喝了它会蛮烈或是强壮，酒体很强壮，可是你喝起来就是还是蛮顺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比较厉害的特色。所以
如果有机会看到奇克伦12年这些，然后你还没喝过 Compare 真的风格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next level whisky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会推荐艾雷岛的威士忌，就是下一个阶段的威士忌。艾雷岛的我会选波夏10年，它是50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，然后价格大概在1300左右。因为艾雷岛的风格大部分就是有泥煤嘛，这个就是算是蛮进阶的威士忌。我记得我接触艾雷岛是大概5-6年的时间了，过去就是我没有很喜欢，刚开始是没有很喜欢泥煤的风格。我也是从那些拉佛格啊、Bowmore、Lagavulin 的这些威士忌，因为那些酒精浓度是偏低一些，就是40%，可是它就是这个波夏就是50%，所以它是比较加强版的泥煤，所以我认为是比这些大品牌、大集团的这些酒厂的威士忌的下一阶段。就是说，虽然泥煤威士忌大部分就是蛮重口味了，可是你还是要往比较高酒精浓度一点的泥煤威士忌去接触，然后多认识一些不一样风格。因为其实高酒精浓度它可以带更多的风味在里面。所以我在艾雷岛区推荐就是可以适合波夏10年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推荐海岛区的威士忌。那我会推荐 Tobermory 12年 Tobermory 12年，它是46.3%酒精浓度，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。它的价格是蛮亲民的，就是1000左右都可以找得到。这个因为就是苏格兰学会不会认定的就是一个海岛酒厂，他们就列在高地而已。可是以爱好者的角度来讲，我是觉得海岛边的这些酒厂其实有它的特色，有跟高地真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有带了一点那种海风海水嘛，跟有一点咸咸甜甜的味道。那这支 Tobermory 它的柠檬麦芽饼干的味道是很舒服的，喝起来是蛮清爽的一支威士忌。夏天现在天气很热，蛮适合喝的。它也是有一个泥煤版本的，他们叫 Legend， 就是李爵。那如果你也想喝有泥煤版本的这个酒厂出的威士忌，就可以找李爵10年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分享，就是一些 Next Level Whisky， 就是入门款后的一些好威士忌，你可以去试喝。这样子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喜欢威士忌，去进步你们的品饮技术。那如果你们有喝到这些威士忌我推荐的，然后很喜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欢迎讨论，然后也不要忘记订阅跟按赞跟分享，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。好，那谢谢大家咯，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